同庄子看生死超脱，以天地为棺椁的智慧。您是否曾想过，当生命走到尽头，死亡真正降临，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？在很多人眼中，死亡阴森恐怖，葬礼也必须郑重其事，陪葬厚礼才够体面。但庄子这位思想超脱的道家代表，却对死亡有着别样的见解。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庄子列于口中，庄子以天地为棺椁的故事，感受他独特的生死观。庄子快要离世时，弟子们打算为他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，准备大量陪葬品以表敬意。可庄子却平静地说，我把天地当作棺椁，把日月当作玉璧，把星辰当作珍珠，万物都能成为我的陪葬。我的葬礼已经无比完备，无需这些。在古代，葬礼意义重大，不仅关乎逝者的颜面，更被视为与家族命运紧密相连。儒家就极为重视丧葬，他们觉得厚葬父母是孝道的体现，还能得到逝者灵魂的庇佑。而庄子生活在战乱频繁的战国时期，当时流行封土为坟的葬制，贵族阶层热衷厚葬。以庄子的影响力，他完全有条件让自己的葬礼体面风光，可他却拒绝厚葬，甚至要求学生将自己暴尸荒野。学生们自然不理解，担忧地说，先生，若直接下葬，遗体恐被乌鸦和老鹰啄食。毕竟在当时的华东、中原地区没有天葬的习俗，人们讲究死者为大，入土为安，无法接受暴尸荒野。然而庄子却笑着回应，弃尸地面会被乌鸦老鹰吃掉，深埋地下会被蚂蚁吃掉，万物平等，为何要夺乌鸦老鹰的食物，给蚂蚁劳工？其实弟子们并非偏心，他们只是本能的规避可见的风险。但尸体被鸟吃或在地下腐烂，本质上并无不同。选择天葬或土葬，更多是习俗和心理习惯使然。在庄子看来，死亡是回归自然的过程，正如他所说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无论被鸟蛰食还是被蝼蚁分解，都是重新融入自然，都是最好的安葬。这便是庄子的达观，将自己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。故事结束后，庄子开始阐述更深的道理，以不平平，其平也不平；以不争争，其争也不争。意思是用偏见追求公平，得到的并非真正的公平；用夹杂私心的主观感受验证客观事物，也无法得到客观真相。我们总是凭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判断世界，就像有人认定只有土葬才合理，却忽略了不同方式最终都能让人回归自然。庄子还感慨，夫明志不胜，神也久矣，而愚者视其所见入于人，其功外也。不亦悲乎！自以为明智的人常被外界左右，只有精神超脱的人才能感知真实。那些沉溺于偏见和世俗眼光的人实在可悲。庄子的弟子本想为老师办好葬礼，却被批评愚昧世俗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我们从中获得了深刻的思想启迪。古往今来，从诸子百家到市井小民，谁能毫无偏见，毫无私心？很多人在小智层面争名逐利，面对生死大事，却依旧想不透，看不开。庄子为我们提供了全新视角。从自然大道来看，生死一体且循环，活着就是迈向死亡，死后则能回归自然，等待新生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何不坦然接受死亡，用活人的标准为死者准备陪葬品？未必符合死后世界的需求。所谓厚葬，不过是用生前的条条框框束缚死者。那些按自己偏见行事，让死者不得安宁的人，实在可悲。当我们为生活中的琐事烦恼，对死亡心怀恐惧时，不妨想想庄子以天地为棺椁的故事，或许我们能从中汲取力量，以更超脱的心态面对生命与死亡。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寻得内心的安宁与平静。清晨的阳光穿过淡薄的云层，宛如金线洒在大地上。在城市的墓园中，每天都有新的葬礼举行，人们身着黑衣，表情凝重。与此同时，在乡村的山林里，一位践行生态葬的逝者，却正以另一种方式融入自然的循环。这两个场景犹如一面镜子，映射出当下人们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。
也凸显出庄子智慧在现代社会的深刻价值。在某些大都市，丧葬市场已成为商家眼中的香饽饽，他们利用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对逝者的不舍，大肆推销各种高价丧葬产品，有的墓地售价甚至远超房价，各种精美的骨灰盒、陪葬器具琳琅满目，打着让逝者体面安息的旗号，掏空着生者的钱包。然而，这种所谓的体面，真的能让逝者安息，让生者释怀吗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越来越多像那位选择树葬的老人一样的人，开始重新审视生命的终结。在一座南方小城，一位画家生前热爱自然，他在遗嘱中要求将自己的骨灰制成颜料，绘制一幅描绘自然的壁画。家人和朋友按照他的遗愿完成后，这幅壁画成为当地公园的一道独特风景。每当人们驻足欣赏，仿佛能感受到画家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坦然。这种将死亡与艺术、自然相结合的方式，不仅践行了庄子回归自然的理念，还为生命的终结赋予了新的意义。反观葬礼现场因遗产分配而争吵的场景，依然屡见不鲜。在一处乡村葬礼上，几个子女为了争夺老人留下的几亩土地，在灵堂前大打出手。周围的亲友们纷纷摇头叹息，逝者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却无法阻止这场闹剧的发生。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葬礼缅怀逝者的初衷，也让亲情在利益面前变得不堪一击。庄子打破偏见，超越世俗的思想，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。他提醒我，葬礼不应成为利益争夺的舞台，而应是对逝者的追思和对生命的尊重。庄子的智慧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在生活的迷雾中前行的道路。在工作中，当我们为升职加薪绞尽脑汁，为同事间的竞争而焦虑不安时，不妨想想庄子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，把个人的得失置于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大背景下，就会发现这些烦恼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在人际关系中，当我们因他人的误解而愤怒，因琐事与朋友产生矛盾时，借鉴庄子的豁达，以更包容的心态去理解他人，很多问题便能迎刃而解。在学校里，老师们可以将庄子的故事和思想融入教育中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死观，让孩子们明白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，不可避免，却也并不可怕。通过开展生命教育课程，组织学生参与自然体验活动，培养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自然的热爱。在企业中，管理者可以借鉴庄子的智慧，营造一种豁达、包容的企业文化。当员工们面对工作压力和挫折时，鼓励他们以超脱的心态去应对，将困难视为成长的机遇。让我们把庄子的智慧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，在日常生活中多去亲近自然，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神奇。当我们漫步在山林间，聆听鸟儿的歌声，呼吸清新的空气，就能体会到自己与自然的紧密联系。在面对疾病和衰老时，不再恐惧和逃避，而是以平和的心态接受生命的变化。当身边的亲人朋友离去时，用庄子的智慧安抚自己的心灵，以更有意义的方式缅怀他们。庄子以天地为棺椁的故事，穿越千年的时光，依然在现代社会中回响。它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面对死亡的勇气和智慧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哲学。让我们沿着庄子指引的方向，追寻生命的真谛，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自由，让生命之花在超脱与豁达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，向着生命的无尽可能勇敢前行。为将这一精神传播得更远，我们还可借助互联网的力量，制作讲述庄子生死观的短视频，开展线上文化讲座，让庄子智慧跨越地域限制，走进千家万户。同时，社区也能发挥积极作用，组织以生命教育为主题的活动，邀请专家分享对庄子思想的见解，引导居民进行交流探讨。当全社会都开始重视庄子的智慧，我们会发现生活的节奏虽快，心灵却不再慌乱。邻里间的摩擦会因理解和包容逐渐减少，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充满善意。在面对生活的跌宕起伏时，人们能够保持平和与乐观，
以天地与我并生的广阔视角接纳一切。庄子以天地为棺椁的哲思，将持续塑造我们的世界观、人生观与价值观，让我们在时代的浪潮中坚守内心的澄澈，带着这份超脱，奔赴充满希望的未来。在这份超脱指引下，我们书写生命新篇，绘就社会文明与心灵富足的美好蓝图。